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一种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休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凡间的五毒、六妄、七情八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林清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周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颜淡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周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周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周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。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
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既果却得也，我的妖力竟然退化至此了。力道已够，只是准头还不太够。只要多加努力，一定能百发百中。紫菱，你不必安慰我。紫妍毒发那日，我曾渡他500年妖力，以延缓毒性。可是这500年的妖力，纵使我100倍、1000倍的修炼，也难以再弥补。哎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日后山主定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这狐族向来是较真认死理儿。而且最恨遭人欺骗。我一个小小毛笔器灵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不好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器灵，气好更灵。只要你能帮我把你那个笔毛换成顶级的狼毫，如何？当真？当真。这世上真有笔仙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画圈为是，笔道为否，笔仙在上，解无之疑。来了，狐妖琳琅是否能够修炼得道，恢复法力，百步穿杨？你看，笔仙的想法同我一致。多谢笔仙指教。琳琅还有一事想问，琳琅已到成婚之年，请问笔仙，琳琅是否有姻缘命定之人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这我可没叫他。你可知道，装神弄鬼、说谎之人，在我们狐族要受什么刑罚吗？不，狐妖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都是他逼我做的。你又骗我！第一个确实是我授意，但第二个真不是我教他的，是吧？也许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真的是命中注定，有不解之缘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好身手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嘛！你说你这个狐族公主啊，人长那么俊俏，你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你呀？啊，你说这样的丫头能嫁得出去吗？哎，你是臭破逼！他污蔑我娘子，大婚之日我第一个折了你！哎，谁要跟你大婚？谁又是你娘子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折了你！别跑！哎，不！别跑！别跑！看来这两人确实有命定之缘呐。
这，哎呦，为了保命，我还是闭嘴吧。并没有与消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，咱们去下一家吧。严奶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福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掌柜说这是福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，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气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福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气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所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气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，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，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严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唐周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严姑娘。严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，没事啊。真的，严姑娘。严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福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。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哎，喝点茶吧。
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，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扶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，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三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扶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惊慌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礼尘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，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灵力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
尽欢坊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，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尽欢坊，如此，便有了我们将计就计。公主，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，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州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计不成，你就以梅花3为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啊。缘由我已说明，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，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。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像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像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唐周，是你吗？
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严丹！唐昭，怎么回事？唐昭，快醒醒！唐昭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严丹，严丹，唐昭，严丹，严丹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直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！好，唐昭，唐昭，醒醒啊！唐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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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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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严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昭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昭如此神色，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便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前方有水潭，我去给你们盛点水吧。哎，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严丹，
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若真是九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严蛋！小心，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即使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
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。当年，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意志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柳微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忆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之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一阳，你认识吗？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役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
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，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刘英，绝非镜中画面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又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穿越秋。
太人厮守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此人功法之深，招数之怪，世所罕见。我与唐周都难以轻松应对，怎么柳维阳虽功力不济，招手却堪匹敌？应渊、颜淡，你们定想不到，我化作石雕，还有解化之日。被石化之人，其49日内，若有人将困身之石化物散去，便可复生。只可惜，我因石化过久，此腿只怕难以复原了。林中大雾尽散，怕是因魔族异动。我乃天界仙子，
谁知杀我的人是帝君，救我的人却是魔族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既然老天都相助于我，印渊、元旦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燕丹，燕丹，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雨墨，我自己可以。雨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燕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，你看我都能坐起来。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严旦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了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，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逝者失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的画本里，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微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凌霄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她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言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
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哇！那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未央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三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十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吸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未央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探一探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这可是我们山境众妖口口相传的说法。后来我又翻遍了藏书阁，找到了文册佐证，说这带尾的妖类遇到自己心仪的人、事物，心生欢喜之时，便会摇尾正心。你不信？你说有吃的我才来的，吃的呢？呢？哇！果真如此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出来琳琅是否对我有意。
百灵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。这样，以后你们羽族的所有苦力活，我全包了。不过，他看紫妍看得这么紧，你是怎么把他拐出来的？近日不知怎的，自入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琳琅了。嗯？我姐姐每60年就会躲起来一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60年，天干地支轮变，60年一轮，阴极阳转之时。三尾雪狐生性属寒，女狐更是体阴。若遇到阴极满月之夜，便会神虚灵残，甚至画出部分原形。莫非就是今夜？坚持说琳琅，不能给狐族丢脸。琳琅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哪里呀？他来一定是听说狐族的摇尾正心前来证实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琳琅，今夜你身子虚弱，有危险，我来保护你。你不过是惺惺作态，你想看我的狐尾？你走吧，我不出来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乃堂堂野兰山山主，绝不会趁人之危。这样，我现在转过去，我就看不见了。你看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转过身去。转过去了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出来之后，你不许偷看我。嗯。听到了？嗯。你是不是来看我狐尾的？当然不是了，你看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狐族平时用什么药材，就去药医阁取了些来，里面呢有安神草、护灵根、滋补龟壳，还有聚气丹，这些药材定能助你安全度过今晚。我给你拿过去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不转过来，不转过来。这龟甲妖力深厚，定是千年妖龟所出吧？哎，我在妖界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你怎么得到的？阁中取来的呗，搞不好啊是那妖医的私藏之物。你放心，只要今晚有我在。琳琅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哦，我没事。你看到了？今夜天气冷，你身子又弱，我就给你找点柴火，暖暖身子啊。
公主，你已成功入了魔像，吸获魔像之力，你为何还如此愁苦？以前我以失意为苦，而如今结一苦，却更生千百愁思。心愿未圆，苦痛难赎，就让我放纵一回吧。看来柳微阳确实没有骗咱们，他确实性情欠佳。这道符只能够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是走还是现身，可有决断？他说他心愿未圆，若我们能帮助他完成心愿，他是不是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他如此颓废，就算我们强行逼问，估计也不会向我们袒露心扉的。还是我们自行调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神仙有点激动啊！你说那神仙是不是都像戏折子里写的那样，鸾姿凤态、仙风道骨的？不，何人请神呐？我是凌霄派修行弟子，捉妖途经此地，求借珠翠阵献制一看。何有供奉？这来的匆忙，未带供奉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来日一定加倍补偿。一介凡人，道行低浅，有何资格请神托住啊？不帮。你这神仙就不是那个，这长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？这性格还势利眼儿，这跟戏折子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区区凡人敢戏弄本仙？区区地仙竟然如此傲慢，九重天上的上神也不会像你这般。好，一个凡人你不肯理他，那我是妖，你要如何呢？如果你不肯借我献制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胡子烧了？妖，本仙恪守先则，奉公守制，不惧你这妖类的迫害。哼，留得清白在人间，天界诛仙，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！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我是想说呢，刚才我们确实过于粗暴了，还望仙人您多多谅解。这样吧，我请您去体验一番凡间乐事，作为赔礼，您看如何？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，应未尝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哎，干，哎。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，大人，喝了这杯酒能活99。干！99啊！哇，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
大人，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类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惑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限制的法器找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二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。你如何灌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精族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严旦的族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精族领地？你们是花精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严旦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严旦的花瓣。正是。严旦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精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
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严旦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精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，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严旦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严旦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变得强大。虚其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力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。于墨，你教我噬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精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。可是这个太实用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。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。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雁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不提他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。可是你们9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，你在画出人身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9旗一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身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护佑9旗，那这身炎火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摧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严旦，我把心头轻幕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，你喜欢一个人，
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夜阑山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他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躲了这么久，可算是抓到你了。我过来并非为了与你打斗，这是如愿酒。这如愿酒能帮你在梦里实现你心中所愿，虽然改变不了现实，却也算是慰藉。等你心情平复好了之后，我再过来与你探讨魔相之事。为何要帮我？魔相疑团未解，若生祸端，难保苍生太平。你是解谜的关键，必然前来找你。况且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早已结下情谊。开解有人，不需要理由。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同他一般，都是这样的恩慈天下，满口的苍生忍义、责任担当，热衷在三界四方管些闲事。但是你同那时的他相比，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今日我也想来管管你的闲事。你同我一样，都是失意之人，想不想知道之前的事情？你找回了记忆，却生出了新的苦闷，郁结难解。或许放下前尘，珍惜眼下就够了。
待我喝完此酒，心愿得偿，明日便会告诉你们一切。你走吧。赤子，若不知道前尘，怎知道眼下该珍惜什么？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，应愿去。日后查案，需小心谨慎，心结难解，需坦诚以待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3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，如何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给严旦设下不离所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，对吗？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迟迟不愿意服下幻翼珠，不愿意恢复记忆，是否也同严旦有关？你是否告诉过他你的心意？第3个问题，你若集齐4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这茶为何像酒一样？你若不愿回答，直说便是。我又不会逼你，何苦如此？这茶，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
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再开人。